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话说王一博的《无名》与《长空之王》哪部影片更耐人寻味呢？作为王一博的路人粉，自然是没有趁着热度去上赶着看荧幕大电影《无名》与《长空之王》了。但是在线上能看之后，自然是看了再来说一下。因此王一博的《无名》与《长空之王》哪部影片更耐人寻味呢？除去王一博这个主演之外，他的演技大家有目共睹，没有特别让观众尴尬的地方，当然也没有让观众出戏的地方。虽然不能说这是演员的最高境界，但是至少是还有进步的空间的。因为演员的最高境界是让观众入戏，并且从角色本身中看不出演员本人，以及让角色获得自身的性格、特色等，就是要将角色演活。因此除去他这个主角之外，电影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剧情、制作。其实《无名》和《长空之王》不算是一种类型的影片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点科普的味道。《无名》是在讲述一群在抗战时期无名的英雄，而《长空之王》是讲述一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前线的战士以身试飞机的英雄，都是英雄，且都不被普通大众所知。而在看了这两部电影之后，一些观众才能从中了解到，无论是在抗战时期，还是在现代，都有一群不被人所知道姓名的英雄，正在为中国的安全发展做着重大的贡献。再来说剧情，《无名》的剧情其实是倒叙与插叙结合，这就比《长空之王》增加了剧情的复杂度以及观众可能在观影时的不耐烦度。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，《无名》的镜头拍摄和构图以及画面感还是胜于《长空之王》的。而《长空之王》的镜头感不错，但是画面感还是略微稍逊《无名》一点。可能色彩这种东西真的是能够最快的抓住人的眼球了吧。最后说王一博饰演的主角的故事线，也就是主线。无名里他就是一个无名的英雄，且还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英雄。但是在长空之王里，他只是一个从不懂事的莽撞小子，最后成长为有责任、有担当的试飞员。因此按理来说，长空之王应该在后期的时候更多的塑造试飞员的悲壮感，但是身为观众，我只看到了用感情来影响观众情绪的温情戏，反而试飞员的壮举什么的，什么也没看到。而像无名中，王一博完结任务后，有种与世界的隔离感和旁观感。想必任何经历过生死、死里逃生的人来说，这种无实感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但是长空之王的悲壮感却没有表现出来，于是便导致长空之王只能成为科普性的电影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同为内娱影圈顶流，王一博、朱一龙不存在量的差距，却存在质的差距。在人们的印象当中，明星这个职业光鲜亮丽，他们不仅日常收入高，而且社会地位也很高，因此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要进入这个圈子。但是娱乐圈真的就是一个圈，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并不容易。而即便有些人有幸踏入这个圈内，但是想要在一众俊男靓女当中脱颖而出，比拼的不仅是颜值和实力，而且还有背景和机遇，成名之路尚且如此艰难，想要成为娱乐圈公认的人气明星，其难度更是可见一斑。幸运的是，王一博、朱一龙不仅双双跻身人气明星的行列，而且还成为娱乐圈公认的顶流明星。我们都知道，王一博、
朱一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王一博通过网剧《陈情令》一夜爆红，而与他一并走红的另一位男星正是肖战，而朱一龙则是通过网剧《镇魂》一夜走红，与他一并走红的另一位男星则是白宇。王一博、朱一龙都是通过热播网剧一夜爆红，让他们走红的网剧也都是双男主，他们的名字当中不仅都带着一个一字，而且他们走红之后也都双双跻身流量明星的行列。王一博与朱一龙原本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而就在近日，他们又一同入选内娱影圈4大男顶流，王一博、朱一龙注定今生有缘。近日，某平台发起了一个内娱影圈4大男顶流的投票活动，经过一番紧张投票之后，最终易烊千玺、王一博、朱一龙、王俊凯4位男星脱颖而出，成功入选。对于网友选出的内娱影圈4大男顶流，易烊千玺无可争议，王一博、朱一龙也当之无愧，唯独王俊凯不管在影片数量和票房号召力方面都有待提高，因此王俊凯入选争议最大。在这份入选名单当中，易烊千玺的优势太过明显，王一博、朱一龙入选也绝对当之无愧。且不说其他，仅2023年到目前为止，电影院已经上映了《无名长空之王》2部王一博领衔主演的影片，且这2部影片上映之后均创下超10亿元的票房成绩。另外，王一博的新片《热烈》也将于近期上映，所以王一博入选这份名单，绝对实至名归。而时下由朱一龙领衔主演的影片《消失的她》正在电影院热映当中，截止本文发布时，该片上映5日累计票房已突破10亿元大关，而按照目前这样的票房增长态势，该片最终票房突破20亿元大关也指日可待。另外，今年下半年朱一龙仍有《志愿军》和《编的错误》2部影片上映，以朱一龙的口碑和个人号召力，料想这2部影片上映之后也会创下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，所以朱一龙入选也绝对名副其实。虽然同为内娱影圈顶流，但是王一博、朱一龙似乎不存在量的差距，只是存在质的差距。论人气，论粉丝数，论话题性，论知名度，论影片产出，论累计票房，论个人票房号召力，王一博、朱一龙几乎不相上下，2人的表现旗鼓相当，难分伯仲。在数量这个级别，王一博、朱一龙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。同为内娱影圈顶流，王一博、朱一龙在质量这个级别却存在着肉眼可见的明显差距。论个人演技，尽管最近几年王一博的演技提升显著，但是与朱一龙比较起来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朱一龙成名以来，他频繁现身各大颁奖典礼，虽然他获奖的次数并不算多，但是所谓提名及肯定，朱一龙的演技不仅赢得业界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，同时也得到观众的高度肯定。比较之下，王一博要逊色许多。在影片质量方面，朱一龙成名之后参演的数部影片全都是口碑上乘的精良之作，而反观王一博成名之后参演的数部影片，其空有票房却没有口碑，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的差距。同为内娱影圈顶流，王一博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流量派顶流，而朱一龙给人的直观印象却是一个实力派顶流。这种差距是时间的差距，也是实力的差距。毕竟王一博年少成名，成名之路也一帆风顺，在表演方面他没有经过太多的历练，以至于在演技方面他还显得比较稚嫩。而朱一龙曾经历过一段演艺事业的低谷期，他直到30岁时才凭借《镇魂》意外走红，
多年默默无闻的打拼经历，使得朱一龙的演技更加成熟自然，也最终让他成名之后可以身兼流量明星和实力明星的双重身份。在数量这个级别，王一博与朱一龙不相上下，甚至还有所超越。但是在质量这个级别，王一博在追赶朱一龙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